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达拉斯加偏偏，今天说一说床3他和她发生关系。他和他的关系，首先科普2点：第一，这是一部网络电影，导演就是指导催眠大师、记忆大师的台湾导演陈正道；第二，这并不是一部系列电影的续集，根本就没有床1和床2，大家不要再到处求种子了。好了，下面开始说片子。女主角小白是一个网络女主播，不要怀疑，就是那种双击666，老铁没毛病，小礼物走一波的网络女主播。有一天晚上，小白直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叫张麻子的富二代，不停的给她刷礼物，还想约她见面，然后小白就下了直播，来到了约定的酒吧。这时候，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坐在了小白旁边，张麻子、小白对上了街头暗号以后，小白就拉着张麻子跳起了舞。这时候有男粉丝强行要和小白合影，张麻子冲上来替小白出头，说小白是自己的老婆。为了报答张麻子，小白决定请张麻子回家坐一坐，请坐，谢谢。然后2个人就坐了。做完以后，小白问张麻子：“你为什么叫张麻子啊？你脸上又没有麻子。”张麻子说：“张麻子是我的网名，看我的发型就知道了。其实我的真名叫光头强。”光头强开始讲起了自己老婆的故事。他老婆和小白一样，也是一个网络女主播，也养了一只叫咪咪的猫，也会在每天晚上睡前吃安眠药。讲着讲着就把光头往小白的身上拱。小白心说：“你装我老公装上瘾入戏太深了吧？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大家歪个屁也要遵守 YP 规则好不好？”小白说：“我要去洗澡了，洗澡你懂吗？跟呵呵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滚蛋了。”小白刚打开水龙头就收到了一条微信语音，居然是张麻子发的，说他已经到了酒吧，但是没有找到小白，而且还发来了位置共享。张麻子确实就在酒吧，而且真的是满脸麻子。那现在睡在小白床上的光头强又是谁呢？小白赶紧喊救命，但是被光头强绑了起来。光头强说自己是小白未来的老公，在明天晚上小白开直播的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2个人相爱结婚。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小白因为疲劳驾驶出车祸去世，光头强很伤心，吃了很多安眠药，喝了很多酒，睡一觉起来就穿越回了2016年2个人认识的前一天。现在穿越的成本还真是越来越低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酒和安眠药一起吃是会死人的，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光头强说自己来这儿是为了阻止小白在明天开直播，这样他们2个人就不会认识，也就不会谈恋爱，也就不会结婚，小白也就不会发生车祸，也就不会死。然后小白开始问光头强各种问题，光头强对答如流，包括姓名、生日、星座、籍贯、学校、专业、没羞没臊时喜欢的姿势，甚至是银行卡的密码。但是小白依然不相信光头强。这时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楼下的邻居找上门来，隔着门说：“我正坐在家里马桶上运功的。”然后突然就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原来小白准备洗澡的时候打开了水龙头，忘记关了。光头强刚打发走了邻居，真的张麻子又通过微信的位置共享找到了小白家，还在走廊里骂做直播的不要脸。光头强一听就来气了，打开门狂怼张麻子：“不要脸怎么了？不是做直播怎么了？偏偏还做直播呢？以后我老婆你老婆都会做直播，别以为送了几个破礼物主播就要和你没羞没臊。”被绑在房间里的小白听到了光头强教训张麻子，发现他头发短见识长，确实不像坏人。光头强给小白喂起了方便面，小白问：“你未来老婆也喜欢吃方便面吗？”光头强回答：“不是啊，其实是因为咱们这片子是这家方便面赞助的。”说完面以后，小白又开始打听起了2个人未来婚礼的情节。光头强和小白再现了2个人结婚时的对话，直接给小白感动哭了。小白终于相信了光头强是自己的未来老公。这时候，小白的闺蜜住在隔壁的另一个女主播小花给小白打电话，小白一直没接，所以小花就找上了门，还让房东阿姨帮她打开门进了屋。因为小白已经完全相信了光头强，所以配合光头强即兴表演，把小花也打发走了。小白又问光头强，为什么不等到他出车祸的那天再去阻止他呢？光头强说，因为结婚以后他就失业了，一直靠小白养家。光头强希望改变历史，让小白重新嫁给一个更优秀的男人。小白很感动，2个人开始尬舞，尬着尬着就开始骂前任，骂着骂着就抱在一起哭，哭着哭着就抱在一起睡。一觉醒来以后，小白发现光头强居然不见了。啊哈！你们以为光头强真的是小白的未来老公吗？对，他真的是小白的未来老公，并没有什么反转。折腾了这1个晚上以后，小白提前爱上了光头强，所以并没有听光头强的劝告，还是打开了直播。我已经准备好与你相遇了。然后就开始出片尾字幕了。刚出完1秒钟，居然又开始了一段长达10几分钟的彩蛋。啊哈！你们以为这部电影真的没有翻转吗？对，真的没有翻转。这个彩蛋讲的是小白的闺蜜小花如何通过装白莲花钓富二代张麻子上钩，和之前光头强的那句以后我老婆你老婆都会做直播首尾呼应了一下，然后就跟主线故事没什么淡关系了。这片子虽然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但是真的告诉了我们很多道理。第一，开车不能疲劳驾驶；第二，洗完澡要记得关水龙头；第3，酒和安眠药千万别一起吃；第4，不要随便把陌生男人带回家。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爱情片、悬疑片、穿越片，而是一部安全教育宣传片。就这样吧，拜了个拜。